道林·格雷的画像。奥斯卡·王尔德。第5章。妈妈，妈妈，我太高兴了。年轻的女孩小声说，把脸放在妈妈的腿上。外面的光很亮，妈妈背对着光，坐在房间里唯一的椅子上。我太高兴了，她重复说，你也应该高兴。范恩太太抖了一下，把手放在女儿的头上。高兴，她重复说，只有看到你表演的时候，我才高兴。西比尔，你不要想别的事情。艾萨克斯先生对我们很好，我们还欠他钱。年轻的女孩抬起头，叹了口气。妈妈，妈妈，钱有什么重要？爱情比钱更重要。艾萨克斯先生给了我们50英镑，用来还债，还给詹姆斯买了一件好衣服。你不要忘记，西比尔，50英镑是一大笔钱。艾萨克斯先生想得很周到。他不是一个好人，妈妈，我不喜欢他和我说话的方式。女孩站起来，走到窗边说，我不知道没有他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妈妈说。西比尔·范恩摇了摇头，笑了。我们不再需要他了，妈妈。现在，我的爱人爱着我。他停了一下，他很高兴，脸红了。他呼吸很快，嘴唇微微张开，他们在抖。他觉得很幸福。我爱他，他只是说。傻瓜，傻瓜，他听到妈妈这样说。年轻的女孩又笑了，她的声音像小鸟一样快乐，她的眼睛很亮。然后她们闭上，好像是为了隐藏她的秘密。当她们再次睁开时，一个梦的影子过去了。妈妈说，要小心。她没有听，她现在很幸福，她的爱人就在她身边。她想着他，她派她的心去找他。心把他带了回来，他的吻再次燃烧他的嘴唇，他的眼皮觉得他很温暖。然后妈妈说，那个年轻人可能很有钱，如果是这样，应该考虑结婚。他听到这些话，笑了。突然，他想说话，他不喜欢这安静。妈妈，妈妈，他喊道，他为什么这么爱我？我知道我为什么爱他。我爱他，因为他很好，但是他会在我身上看到什么呢？我不配他，但是我觉得自己很好。妈妈，你爱爸爸像我爱我的爱人一样吗？老妇人脸色苍白，她的嘴唇动着，带着痛苦的表情。西比尔跑到她身边，抱住她的脖子，吻了她。对不起，妈妈。我知道你谈论他会感到难过，但那是因为你非常爱他。不要这么难过。今天我像20年前的你一样快乐。啊，让我永远幸福吧。我的女儿，你还太年轻，不能考虑恋爱。而且，你对那个年轻人了解多少？你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。这件事太烦人了。而且，詹姆斯就要去澳大利亚了。我有很多事情要考虑，你应该多想想。但是，如果他很有钱……啊，妈妈，妈妈，让我快乐吧。范恩太太看着他，抱住了他。就在这时，门开了，一个头发乱蓬蓬的男孩走进了房间。他身材很壮，手脚很大，动作有点笨拙。他没有他姐姐那么好看。很难知道他们是家人。范恩太太看着他，他的笑容更大了。他觉得这一幕很有意思。我想你应该给我一些吻，西比尔，男孩说。啊，但你不喜欢被亲吻，他喊道。你是一只熊。他跑过去抱住他。詹姆斯·范恩看着他姐姐的脸。我想和你一起散步。西比尔，我不想再看到伦敦了。不要说这样的话，妈妈说，拿起一件衣服，开始缝。她觉得有点失望，因为这个年轻人没有早点来。
这会更热闹。为什么不呢，妈妈？我就是这样想的。你让我难过，儿子。我希望你从澳大利亚回来时能找到一个好工作。我认为那里没有什么好的，没有什么像样的。所以，一旦你有了钱，你必须回来并在伦敦生活。年轻人说：“我不想知道这些，我想赚一些钱，让你和西比尔离开剧院。我讨厌他。”但是，吉姆，西比尔笑着说：“你真坏，但我们真的要散步吗？那太好了。我担心你要和你的朋友告别，和给你烟斗的汤姆·哈迪，或者和嘲笑你抽烟的内德·兰顿告别。你对我很好，把你的最后一个下午留给我。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去公园吧。”我看起来太穷了，他皱着眉头回答，只有有钱人才去那里。胡说，吉姆。他摸着他的袖子说。他犹豫了一下，好吧，他最后说，但不要花太长时间穿衣服。他跳着出去了。他听到他在上楼时唱歌。这个年轻人在房间里走了几圈，然后他转向椅子上的妈妈：“我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，妈妈？”他问。“一切都准备好了，詹姆斯。”他回答说，眼睛没有离开他的工作。几个月来，当他和这个儿子在一起时，他一直不舒服。他觉得他的眼睛很烦。他想知道他是否怀疑什么。他没有说话，让他无法忍受。他开始抱怨：“我希望你喜欢在国外生活，詹姆斯。”他说：“记住，这是你自己的决定。你可以去律师事务所工作。律师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职业。”“我讨厌办公室和职员。”他回答说。“但你是对的。我选择了自己的生活。我只希望你照顾西比尔，不要让他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。你必须看着他，妈妈。”“说实话，我不理解你，詹姆斯。我当然会看着西比尔。我听说一个男人每天晚上都来剧院，并在后台和他说话。这是真的吗？这件事怎么样？”“你谈论的是你不理解的事情，詹姆斯。我们经常得到很多关注。我自己过去也收到很多鲜花。至于西比尔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爱他，但毫无疑问，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好人。他总是对我很好，而且他看起来很有钱，送来的鲜花也很漂亮。”“但是你不知道他的名字。”年轻人说。“不。”妈妈回答说，“他还没有说出他的名字。我认为这很浪漫。他可能是一个贵族。”詹姆斯·范恩咬着嘴唇，看着西比尔。“妈妈！”他喊道，看着他。“我的儿子，你让我很不安。西比尔总是在我的照顾下。当然，如果那个男人很有钱，我们没有理由不和他结婚。我认为他属于贵族，他有所有的样子。我必须说，这可能是西比尔的一段好婚姻，他们会是一对迷人的夫妻。他真的很帅，每个人都在看他。”年轻人说，用他的手指敲打着玻璃。他刚要说什么，西比尔跑了进来。“你们两个真严肃！”他喊道。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“没什么。”他回答说，“我想一个人有时必须严肃。再见，妈妈。我5点吃晚饭。”“再见，我的儿子。”他回答说。他对自己说的话感到生气，他眼神中的一些东西让他感到害怕。“吻我，妈妈。”年轻的女孩说。他亲吻了妈妈的脸。“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！”范恩太太喊道，抬头看着天花板。“走吧，西比尔。”他的哥哥说。他讨厌他妈妈的样子。他们走进了光里，走下了尤斯顿街。
路人看着那个年轻人，穿着普通的衣服，陪着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孩。吉姆不时地皱着眉头，当他看到一些人在看他时，西比尔不知道这些。他想着他的爱人，没有说话，而是和吉姆说着他要坐的船，他会找到的黄金，他会从坏人手中拯救的女孩，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水手。他想象他被关在一艘可怕的船上，海浪很大，黑色的风吹倒了桅杆，他必须在墨尔本下船，和船长告别，并立即前往金矿。不到1个星期，他会发现一块很大的金子，并在车上把它带到海边。坏人会袭击他3次，但会被打败。或者巴拉，他不应该去金矿，那里是一个可怕的地方，男人喝醉了，开枪，而且还说坏话。他会是一个农民，养着他的羊。一天晚上，当他骑马回家时，他会发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。他将被一个骑着黑马的骑手绑架，并在追捕他后，他会拯救她。当然，他们会相爱并结婚，然后回到他们的家乡，在那里，他们将住在伦敦的一栋很大的房子里。是的，好事情在等着他，但他必须善良，不要生气，不要浪费钱。他只比他大1岁，但他对生活了解的更多。他还必须每天晚上给他写信，并在睡觉前祈祷。上帝是善良的，会照顾他的。他也会为他祈祷，在几年内，他会富有和幸福地回来。年轻人听着，没有说话。他想离开家。然而，他很担心西比尔。他觉得西比尔的情况很危险。那个男人可能对他的妹妹不好。他是一个好人，他不喜欢他，他觉得他很奇怪。他也知道他妈妈很虚荣，并觉得这对西比尔很危险。孩子们开始爱他们的父母，随着他们的成长，他们会评价他们，有时他们会原谅他们。他的妈妈，他想着一件他必须问他的事情，一件他已经想了很多个月的事情，一句在剧院里听到的话。那天晚上，当他在演员门口等待时传到他这里，让他觉得很害怕。他记得他就像一记鞭子抽在他的脸上，他的眉毛皱成一道深深的沟壑，一阵痛苦让他咬住了嘴唇。你一句也没听我说，吉姆，西比尔喊道，我正在为你的未来制定计划。说点什么？你想让我说什么？哦，你要做一个好孩子，不要忘记我们，他笑着回答。他耸了耸肩。你忘记我的可能性比我忘记你的可能性更大，西比尔。他脸红了。你是什么意思，吉姆？他说，我听说你有一个新朋友。他是谁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关于他的事？他对你没有好意。够了，吉姆，他喊道，不要说任何反对他的话。我爱他。什么？但你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。年轻人回答说，他是谁？我有权知道。他叫我的爱人。你不喜欢这个名字吗？哦，真傻。你不应该忘记他。只要看到他，你就会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。总有一天你会认识他。当你从澳大利亚回来的时候，你会喜欢他的。每个人都喜欢他，而且我爱他。我希望你能今晚来剧院。他会在那里。我会扮演朱丽叶。哦，我要怎么表演啊？想象一下，恋爱了，又扮演朱丽叶，让他坐在那里，为了取悦他而表演。我担心我会吓到他们。爱会让人超越自己。艾萨克斯先生会在小酒馆大喊天才。他一直把我当做一个好演员。今晚他会说，我是一个好演员。我预感到这一点。这一切都要感谢他，仅仅感谢他，我的爱人，我亲爱的爱人。但相对于他，我是贫穷的。贫穷？这有什么关系？当贫穷敲门时，爱会从窗户飞走。
我们的谚语应该重写，他们是在冬天写的，现在是夏天。对我来说是春天，在我看来，是蓝天上的一场鲜花盛宴。他是一个好人，年轻人说。他是一个爱人。他唱歌四地喊道：你还想要什么？他想让你难过。我一想到要自由就害怕。我要你提防他。看到他就是爱他，认识他就是相信他。西比尔，你被他迷住了。他笑了，挽着他的胳膊。我亲爱的老吉姆，你说话的样子好像你有100岁了。总有一天你自己会坠入爱河，到那时你就会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了。不要摆出那副坏脾气的样子。事实上，你应该高兴地想到，即使你走得很远，你也会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乐。生活对我们2个人来说都很艰难，非常艰难和困难，但现在一切都会不一样了。你要去一个新世界，而我在这里找到了它。这里有2把空椅子，我们坐下来看看那些人。他们坐在人群中，路边的花坛像一圈圈火焰一样亮着，一种白色的粉末，看起来像花粉，在空气中飘动，色彩鲜艳的阳伞像蝴蝶一样挥舞着。他让他的哥哥谈论他自己、他的希望和他的计划。他说话缓慢而费力。他们说着话，西比尔感到压抑，他无法告诉他有多幸福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沉默了。突然，他看到一个男人，多里安·格雷和2位女士坐在车里经过。他站了起来。他在那里，他喊道：谁？吉姆·范恩说：我的爱人。他回答说，看着他离开。他站了起来，抓住他的胳膊。指给我看，他们中的哪一个是？指出来，我必须看到他。他喊道。但就在这时，一辆车挡住了他们的视线。当空间再次空旷时，车已经离开了公园。他走了。西比尔悲伤地说：我希望你能看到他。我也是，因为如果他伤害了你，我就会杀了他。他惊恐地看着他，他重复着他的话，这些话像一把刀一样划破了空气。周围的人看着他们，站在他们旁边的一位女士抖了一下。我们走吧，吉姆。我们走吧，他低语道。他跟着他穿过人群，他对他说的话感到满意。当他们到达一个雕像时，他转过身来，他眼中反映的悲伤变成了他嘴唇上的笑容。他摇摇头说：你疯了，吉姆，完全疯了。你只是一个坏孩子，仅此而已。你怎么能说出如此可怕的话？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只是嫉妒和坏脾气。啊，我希望你坠入爱河，爱会让人变好，而你所说的话是邪恶的。我16岁了，他回答说。我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妈妈不会帮助你，她不知道如何照顾你。我现在希望我不去澳大利亚，我想把这件事都抛到脑后。我会的，如果我没有签合同的话。哦，不要这么严肃，吉姆，你就像那些戏剧中的英雄，妈妈过去很喜欢演。我不和你吵架，我见过他了，见到他就是幸福。我们不要吵架。我知道你永远不会伤害我爱的人，不是吗？我想只要你爱他。他回答说。我会永远爱他，他喊道。他也一样，他最好这样。他离开了他，然后他笑了，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。他只是个孩子。他们拦了一辆公共汽车，把他们送到了他们在尤斯顿街的房子附近。已经过了5点，西比尔在演出前应该休息几个小时。吉姆坚持他应该这样做。他说他宁愿在没有他妈妈的情况下和他告别。他肯定会制造一场闹剧，他讨厌任何闹剧。他们在西比尔的房间里告别。
年轻人的心中充满了嫉妒，以及对那个陌生人的仇恨。然而，当他用胳膊搂住他的脖子，把手指埋在他的头发里时，他软化了，并带着感情吻了他。当他下楼时，他的眼里含着泪水。他的妈妈在楼下等着他，他一进门，他就责备他迟到。他没有回答，坐在他的饭菜前，苍蝇在桌子周围嗡嗡作响，落在桌布上。透过公共汽车的噪音，他听到单调的声音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把盘子放在一边，把头放在手里。他觉得自己有权知道，如果这是他所怀疑的，他们应该早就告诉他。他的妈妈看着他，话语从他的嘴里说出来，一块手帕在他的手指间扭曲着。当钟敲响6点时，年轻人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然后他转过身来看着他，他们的目光相遇了。在他的眼中，他看到了一种恳求宽恕的恳求，这让他很生气。妈妈，我必须问你一件事，他说，他的眼睛看着房间，他没有回答。告诉我真相，我有权知道，你和我爸爸结婚了吗？他深深地叹了口气，那是一声解脱的叹息，他不再感到害怕。事实上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他感到失望。这个问题需要一个直接的回答，这让他想起了一场糟糕的彩排。没有，他回答说。那么，我的父亲是一个坏人吗？年轻人喊道。他摇了摇头。我知道他不是单身，我们非常相爱。如果他还活着，他会照顾我们的。不要说反对他的话，我的儿子。他是你的父亲，他是一个好人。一句誓言从年轻人的嘴里说出来。我不在乎，他喊道，但不要让西比尔。他是一个好人，不是吗？那个爱着西比尔的人，或者说是……一瞬间，他感到很羞愧。他低下头，用颤抖的手擦了擦眼睛。西比尔有一个母亲，他低语道：“我没有。”年轻人感到感动，他走到他身边，跪下来吻了他。对不起，我和你谈论我的父亲让你难过，他说，但我忍不住。我现在必须走了，再见。不要忘记，你现在只有一个女儿要照顾。相信我，如果那个人伤害了我的妹妹，我会找到他是谁，我会找到他，我会杀了他。我发誓。他觉得生活很戏剧性，他呼吸得更自由了，并且钦佩他的儿子。他本想以同样的情感继续这场戏，但他突然打断了他。行李必须搬下来，围巾必须找到，旅馆的女佣进进出出，必须和车夫讨价还价。庸俗的细节让这个时刻消失了，带着一种新的感觉。当他的儿子离开时，这位妈妈从窗户里挥舞着手帕，她想着她失去了一个好机会。她安慰自己，告诉西比尔，现在他的生活只剩下一个女儿要照顾，将会变得多么凄凉。他记得那句话，他喜欢她。他没有说任何关于威胁的话，他是这样想的。